美国现在内部确实也是一团乱啊，乱得不得了。在美国史上第一位被罢免下台的议长，众议院议长麦卡锡下台了之后呢，现在第一件事情说是谁来得利呢？有个说法说是拜登最佳得利啊，那谁最倒霉呢？原来是裴洛西嘛，裴洛西要马上搬家了。CNN 爆出来说，要报复他。共和党众议员麦亨利一担任了这个临时议长接手之后，马上就选出要准备下任议长之前呢，要做什么事情，赶快要解决国家的问题。结果他立刻下令要求前议长裴洛西搬出国会私人办公室。那个说法是说，这个举动的幕后就是在帮麦卡锡报仇啦。共和党众议员说，那么一来呢，如此一来，麦卡锡就可以搬到这个办公室来使用。那么下台的原因，他怪民主党害的，所以民主党造成这个局面之后，也不知道他们在抱怨什么。当然，民主制度体制不太一样，台湾的制度不太一样，所以待会可以请我们来宾来帮我们分析。但无论如何，裴洛西表示，他现在人不在华府啦，我没有办法立刻搬啦，他就很酸共和党说，当了这个临时的领导人应该有重要的决定，想不到新任的临时议长采取的首要行动就是要我立刻腾出国会大厦办公室，好重要啊！驱逐是严重违背传统的所以总之麦卡锡罢免案反而让共和党跟裴洛西引起了对立。接下来拜登被弹劾，儿子 Hunter 的相关各种案子那么多，就被淡化了吗？显然这一招好像被分析起来，似乎对拜登反而最有利。但新任的议长呢，现在要赶快就位啊，因为这个预算暂时通过，只是暂时而已，还没有办法正式的过关，国家还是面临的严峻挑战。所以白宫的发言人尚皮耶就喊话啦，他已经拜登表明希望赶快代表美国人民的两个国会的政党赶快合作啊，让严峻挑战的国家问题可以被解决但麦卡锡被罢了之后呢，共和党的众议员要提谁来接任呢？哇，川普啊！那么当这个发文陆续好几个众议员提出来的时候，就是说第一个议程要提名川普来担任美国众议院议长，这个是共和党的众议员内尔斯说的。那么共和党的众议员史杜也跟进，要他当议长。那要让川普跟拜登的对决提早进入战斗模式吗？那川普自己怎么说？他说很多人问他这个问题啦，不过他认为党内已经有很多伟大的 great person 伟大的人可以胜任，我全部的焦点只有一件事，要成为总统，重新把它拿回来。但当然这件事情在所有的分析师的分析里头，都是罢免麦卡锡之后加剧美国政府关门风险，让股价前几天美股大跌，但昨天回来了一些，因为这个殖利率的关系。但是无论如何，美国国会的群龙无首让11月临时预算到期之后，现在只是暂时过关啊，还是可能会停摆啊。但拜登要怎么收拾残局呢？现在还不知道。但对乌克兰的问题才是拜登现在很关心的难道是真的直接未来45天资金援助乌克兰支出就要直接停掉了吗？拜登说那可不一定，他甚至暗示他有办法可以绕过国会，还对乌克兰提供更多的援助，准备要发表重要谈话。我们就等着看到底什么是重要谈话。但无论如何，有一个解燃眉之急的做法是说，美军证实把缴获伊朗的弹药直接运到乌克兰去，已经发出了100万发，让他去处理。美军中央司令部更耐人寻味的讲了一个议题，就是说不再限制乌克兰不能够打俄罗斯境内了哟。这是什么意思？布林肯说乌克兰可以自行决定，如果使用盟友提供的武器，如何最好的保卫自己的国家和夺回失地。意思是说，美国会继续不管我们财务有没有被冻结啊，预算过不过，还是可以援助你，但是不排除你可以去对于这种管制限制打到俄罗斯去，没问题了吗？那其他国家可不是这样。英国说已经耗尽所有的重装备，没有办法再捐乌克兰了。那因为粮食禁令瞧不拢，波兰总理也说，要停止军援乌克兰了。还有亲俄以美的政党赢得大选的这个叫做斯洛伐克，也因为乌克兰邻国这样的变天所以已经主张停止军援乌克兰了。所以美国的问题当然影响了他对外外交的各种援助措施。亮哥怎么看众议长这个下台的事件引起的一连串风波？川普又是什么角色？事实上，佩洛西那天是弃权他没有投票那民主党是投了208票那共和党这个政变投了8票
那重点啊，倒不是那8票啦，因为那8票本来就是支持川普的激进派，那他们对麦卡锡竟然去跟民主党妥协，去通过预算，他们非常火大啊，就通过那个到11月17号那个45天的预算啊。比较奇怪的是，民主党为什么会投到208票？全员通过。这个你说白宫没有介入，人家很难想象啊。因为如果没有一定的一个力量说一定要去投票，事实上麦卡锡不会有事啊。所以我觉得那个麦卡锡的好友是把这个发泄到 Pelosi 身上，就说 Pelosi 你没有来啊，他没有去投票，他人在加州啊，那他就觉得你 Pelosi 如果在华盛顿，好歹可以制衡一下拜登啊，因为我觉得拜登真的是脑袋有问题啦。拜登做这件事实际上是非常愚蠢的，因为现在接下来啊，共和党的 No.2 啊叫 Steve Scalise 啊，这个人更硬，比麦卡锡还要鹰派啊。那如果他选上了，未来的国会更毫无宁日啊，你知道吧？就说你怎么会把一个愿意跟民主党交易的人干掉呢？那未来共和党选出来的更鹰派，那不是更难交易吗？那你未来政府关门那12个拨款法案你怎么办？我就不知道拜登在想什么所以很多人都解释为拜登在泄恨因为麦卡锡提出弹劾案，林北北送就这样可是你怎么没有去想一想你国会未来怎么运作所以现在就是一团乱就是这共和党你应该要感谢 Pelosi 啊 ，Pelosi 没有去投票可是他们是在气说你应该来啊，你应该来制止民主党们投票啊，因为只有差几票而已嘛。所以我觉得这个就是这个天注定了，就是美国政局混乱的开始了。我跟你讲当天股票是瞬间跌500点，暴跌，然后后来收盘是跌450点。没错，我跟你讲，你那个时间越接近人家就会发现你那个关门法案，那12项拨款法案根本就没有办法协商啊。因为你如果是更鹰派，那我讲白了就是2个党都站到基本立场就对杠那就变成你法案要做交易啊，对，你怎么弄呢？对不对？所以我觉得这个就是，我觉得美国政治已经越来越走到一种同温层化、民粹动员，然后情绪高涨的那样的政治了。就这个事实上对民主党是不利的，因为麦卡锡是可以谈的，你知道我的意思？就让你预算暂时解冻。对，你怎么比如说民进党再怎么样也不能去倒王金平的阁啊，因为王金平是可以商量的对不对？你如果把王金平干掉了，那国民党新选一个议长，假设立法院长变成那个费鸿泰，那不是完蛋了吗？就有点这个意思嘛。所以你怎么会把这个局面搞成这样？所以我觉得民主党真的是昏了头了。他们没有全局的思考啦。所以西方媒体认为他只是转移他的这个弹劾跟官司的焦点，那个太短浅了，这个太小了嘛，因为弹劾案是不会过的嘛，因为那要2/3才会过嘛，那只是说会让你受困扰啦，没有错啦。可是比起你那个预算要过，那更重要啊，不是吗？所以后面的问题才大，没完没了。你11月你就知道了。是，严老师怎么看呢？美国现在政局乱七八糟，各州当然各种治安问题也是很多，但是光是国会国家重大的政策预算都一直卡关，还不知道接下来众议院怎么选下去。我觉得这个第一个就是美国的参议院的议长，就是我们讲说由副总统兼任嘛那这个是宪法里头有的。众议院的议长没有规定一定要由众议员来担任，所以众议员可以选一个不是众议员当议长，那这个时候就川普就符合资格。可是又有一个内规，就是说这个众议院的议长不能有这种官司这种，他那么多，对，他那么多，所以这是一个大问题所以好像看起来宪法没有问题，但是你要修你那个内规这是一个。第二个，刚这个亮哥讲到这个 Scalise 这个第2号人物我也不晓得他要不要选真的他是很强硬，可是他现在是 cancer 血癌。那才被诊断出来，在治疗当中，你还要再拼吗？你的命重要，还是你这个暂时？权力是绝对是春药，搞不好就治好了搞不好就让活跳跳，搞不好就因为这个有这个权利这他已经很命大。有一次他在
共和党跟那个他们就是有那种议员的棒球队，对在比赛的时候有莫名其妙枪手把他打伤了，对，哎，活下来了，对，结果现在又碰到血治疗癌了3个月，哎，更有使命啊！哎，对，所以我觉得真的很难。所以共和党哦，就是你现在要选谁出来都很麻烦，一团乱，一团乱。我觉得是一团乱。那民主党，我认为其实民主党这次全面倒啊，就是支持这个民主党绝对看不起啊这个佛罗里达州这个众议员提出来的这样的一个罢免案啊。那但是呢，民主党也觉得说，我们今天把麦卡锡弄掉，可能共和党会更乱，更乱的结果，说不定明年我们可以赢回众议院的多数哦，所以我觉得管你国家乱不乱对，是吗？他们现在不管国家了，现在只管政党利益了哦，所以我觉得大概是选得赢就好，是这样。对，我觉得应该就是这个样子。那今天 Pelosi 哦，哎，忽然现在又决定明年不见得退休了哦，哎，他可能还会再选了，对，哎，但他现在被气到了，因为他状况其实他的状况其实比拜登跟川普搞不好都还好嘛，对不对？你看他当初撕那个川普的那个演讲稿，多优雅撕的哦，所以我觉得，哎，撕指头有时候不见得撕得碎哦，他们一撕就断了。也是蛮有力量的哦，80多岁了，这样子，所以我觉得他可能还会。那他搬办公室有错吗？不是这当然就是说他没有要前面的那个 Boehner 哦，以前的议长他没有要他们搬，就是这是一种尊重传统，一个传统。譬如说我们学校里头有的时候也是，你老师退休啊，给你大概多少时间搬。哦，就不会立刻让你清干净啊，那是很糟糕的。可是我觉得麦卡锡哦，就是他当时妥协，就等于是自掘坟墓。你为什么可以让一个人来提案？过去也可以，但是Pelosi 就把它改掉了。Pelosi 就觉得说，万一有人一个人想来造反，很麻烦啊，所以 Pelosi 改掉了。那现在又要改回了，现在还在。啊，所以除非今天众议院再通过新的，说不能用一个人提案就可以罢免这个议长，否则未来还是有这个危险。不好意思，我们时间很紧迫，所以在乌克兰预算反而受到很大的冲击。我想 Pelosi 为什么会被搬家案子吧？你知道，其实他们很尊重 Pelosi 前议长，他有一个专用的办公室，是给前议长专用的。那 Pelosi 这次被搬得很狼狈，因为他到旧金山去，他们就把他东西清出来丢出去了，所以 Pelosi 回来以后，他东西已经被搬走了。这是他们这样对 Pelosi 前议长是这种态度。那之所以说是这个，我觉得乌克兰来讲的话，这是很明显，这次没有过来讲的话，那45天之后会不会过？我觉得还是不会过了。这不会过，他给他2个预算，这2个金额，一个是经济上面的金元的金额，一个是军事上的金元的金额。所以当这2个都被挡下来的时候，你这个军队的心想你怎么发，对不对？你这武器你怎么给？还有一个大家不要忘了，后续还有16V 战斗机F-16的这战斗机人的培训，那都需要钱的。在这种状况之下，我们也看到波兰或者是这几个西方国家，目前来讲都已经甚至于包括德国在内，对乌克兰都已经产生了所谓乌克兰的疲乏。那在这种状况下，我们相信说乌克兰泽伦斯基自己要思考。尤其是他自己国内的贪腐情形那么严重，都已经西方都已经知道，都已经公布出来了。那我相信说最后来讲的话，可能乌克兰这场战争是非常非常的不乐观，如果没有军援的话。在各种状况之下，到底拜登怎么处置啊？当然来看看所谓的晶片科技大战，美国的商务部长雷蒙多呢，现在直接要把华为的技术突破当成更大的要求破口。进一步的极其令人不安，他的理由是要用更多的手段来实施出口制裁。根据《Bloomberg》的报道，雷蒙多提这个限制法案里面包含了扩大商务部权力啊，去阻止审查什么造成国安风险，尤其是7奈米，现在被说搭载7奈米技术的这个晶片嘛，要展开调查。那拒绝透露相关的进度，总之会更严，甚至下令先进晶片很难买不到 EUV 等等的中国改良的各种的晶片，都可能会成为下一波美国制裁的可能性，就是不要让他们厉害嘛然后，但是元宇宙这件事情在美国也发生一些变化。其实这个科技趋势变化真的很快，元宇宙那时候不是最夯了吗？很短时间之内完全被取代了嘛。所以祖克伯在 Meta、Facebook 的这个领域里头，直接把元宇宙团队晶片给裁掉裁掉蛮大一部分的人裁员，同时也大规模的准备要进行外部寻求的晶片的可能性，拒绝回应大裁员。11月份已经裁了
2022年就已经裁了2.1万人，接下来还要继续，等于说往 AI 去发展，所谓的元宇宙这一块已经成为过去了。但是呢，美国商务部长雷蒙多说，希望秋天所谓的晶片法案中的390亿。第一批就要进行半导体制造的补贴资金，就是要把整个制造业、晶片制造都在美国制造嘛。那所以美国的分析师说，哎呀，晶片景气如果没有再恶化的话 ，NVIDIA 一下他们也说要制裁啊，但是 NVIDIA、Intel 就可以脱颖而出，整个晶片的月生量啊，包括韩国都收到了很多大订单，立刻成为说3年来最旺的订单，成长量非常的高。那三星也是4奈米很受肯定，接下来 AI 创新都要靠这一些能够有能力制造出晶片的主要的企业，也成为全球大单的主要来源。当然还有印度，印度的角色是什么呢？在这么一大篇的报道里面都告诉大家，地缘政治里头，印度想要从中想办法异军突起啊，透过美中你们在吵来吵去的时候，他想要利用这个3个优势去让半导体大梦能够实现，包括了各种引领成为一举供应链新制造基地的首选呐。那总是在这个各种的美中大战里头，印度也想要在半导体这一块吃一点市场的影响力。亮哥，这个坦白讲，还是要等软面头公布具体的内容才能够评论啦。因为只是想要制裁，但怎么制裁不知道。而且坦白讲，在搞政治啊，你有时候是把调子拉高了，结果具体内容事实上不是这样。有可能因为最近真的因为共和党也在搞反中，而且共和党国会已经给商务部一封信嘛，要求他7项制裁嘛，所以他这个时候姿态要强硬啊。可是具体有没有做，不知道。做得到也不知道。不是啊，因为他具体做了，共和党也看不懂啊。美国国会议员的程度没那么好，所以我的意思是说，因为 Romendo 你要知道，他现在如果对华为做制裁，那华为目前已经变成中国大陆民族主义的象征了已经搞到这个程度了。那你拜登还要见习近平呢，11月时间也不多了，11月12你现在是10月，那17号就要开一带一路峰会。这民族主义是越吹越高啊！那你还要跟人家见面，而且何立峰要去美国你如果这个时候制裁何立峰，怎么去美国啊？那何立峰没有去美国，王毅就不会去美国啊。没错。那你后面拜登怎么见习近平啊？你不一锅粥都要弄翻了所以这里面有牵涉到一盘棋的问题啦。所以谈话成分可能蛮高的，是吗？我的意思是说，这个就是你就听一听啦接下来看他实际的招是什么那我们当然知道，现在中国大陆 EUV 是做不出来这还用你说吗？那那个美国人认为中国大陆的晶片的实力本来是落后美国10年结果现在突然之间说大概落后4年，这都你美国人自己讲的那到现在美国人也没有解释为什么突然6年被追上没有解释到现在。为什么华为的手机做得出来？为什么7奈米做得出来？美国人也不知道为什么所以 Romendo 在这个听证会也说，他到现在也搞不清楚华为的出货量也搞不清楚这7奈米是怎么做的不知道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你共和党要怎么制裁本来 EUV 就不能卖所以你到底要制裁什么啦？阿斯麦尔本来就配合你不卖 EUV这现状就是这样嘛所以我是觉得要具体看你指的是什么，要进一步制裁，所以你才看到彭博在那边妖言惑众，全美国就只有你彭博登了独家，点名台湾4家公司崇越啦、亚翔啦、汉唐啦，还有细科，说什么帮华为建厂，对不起建厂并不是半导体供应链的一环你连这个都要点名你是干嘛你是美国政府吗？就乱搞恶搞一通嘛，这种烂报纸嘛，就彭博嘛。结果我们台湾更悲哀，所有的报纸都登头条，你就知道有多悲哀嘛。你连是非都不能明辨台湾的媒体事实上美国媒体就很多人没有跟人家做的就是厂房设备嘛，不是技术，这个并不是半导体供应链你在那边鬼叫什么
哦，那你为什么不去点名韩国的公司呢？韩国都没有吗？对不对？而且亚翔早就在中国大陆有另外上市啊，他搞不好是用大陆上市的公司去施工的，不是台湾公司啊。所以我的意思是说，我觉得台湾的媒体真是悲哀啦。你怕美国那个民进党政府去拜美国大腿就已经够了，你台湾媒体也跟着拜，太可笑了嘛。根本就不是美国的制裁法案的内容，你还要跟着干呢、真是悲哀到极点啊！还好这一点我还是要称赞一下黄美花啦，我难得称赞她哦。黄美花就第一时间就讲我这个话，说人家设备厂房并不是半导体供应链的那个限制范围之一，范围啊。王美花这一点是清醒的。我就觉得台湾媒体真是堕落啊，可怜啊。可是也显示台湾企业有多么的弱势哦，不管是像台积电要被绑到美国去，或现在动不动就要被点名来追杀吗？那各种制裁是不是也被包含在内？真的是只有唰了蛋吗？休息一下，马上回来。美中科技大战当然冲着华为而来，目前还有很多后面等着的所谓的制裁策略。但是印度在美中对抗里有机会得到地缘政治底下的红利吗？包括要设立印度矽谷所谓中心，或者是像微软啊、微超啊这几家公司也准备在当地设最大的设计中心，有超微不好意思，查4亿美元砸在这个里头，来进行整个产业的升级。有没有可能在印度也成为一个新的供应链，在美中对抗当中找到自己新的出路吗？我必须要承认，印度确实有很多的人才，尤其是在美国矽谷有很多大的那种科技企业的 CEO 是印度裔的。可是我们要知道，就像是一颗很漂亮的花，你种了阳明山，它可以开得很漂亮，但一旦你把它种在这个沙漠里面的话，它就会枯萎了。那现在这些人才就是这样，他在美国可以发扬光大，可是你回到印度来，有没有这种可能？那我们现在来看看几个数据，我觉得印度其实被称作跨国企业的坟场。为什么会这样呢？第一个，它的这个基础建设不足。它基础建设不足有哪些？第一个，土地，大家想说土地那么大，对不对？印度那么大土地，怎么会土地不足呢？因为它有很多的掮客在那边，你要去跟他买土地，要经过这些掮客。但这些掮客中间的利益交换干什么？你可能就已经被扒了第一层皮了。第二个，它水跟电这种交通设施来讲，它基础设施都非常非常不足。第二个，我觉得是它的这个人才。印度虽然号称14亿人口，可是你要知道，它的人口它的这个文盲的数字有将近5亿是文盲。在这种状况下，他的这个劳工会不会说，你去怎么样教他来制作这种高阶端的这种科技的这个工艺来讲的话，他这些人会不会学？可不可以学得很快？可不可以学得上手？以及它的良率是怎么样？这是很大一个考虑的一个问题。那第三个，我觉得是印度来讲，它的法律定得很奇怪，因为它很多的邦联，它每个邦的法律都不一样，那是多如牛毛啊！而且它律定这些法律，他们讲印度的法律有几个特色，第一个就是这个高标准来立法，它法律的标准很高，但是这个普通性的违法就普遍性了。就是他很多人都在违法，就是收红包啊，执法对不对？收红包或干嘛？第三个它是选择性的执法，就是我这个执法到底要不要对你这个公司开罚或干嘛，是看我自己本身的需要，我本身的这个行业来讲，我需不需要？那目前来讲，我可以举例出来的，比如说我们都知道，就是说微软、三星这够大的企业了吧？三星被他罚了2亿，这个微软被他罚了70亿卢比啊。IBM 也被他罚了8.6亿美金，因为他的法律他就规定在那边，你去怎么违法。那另外像亚马逊、沃尔玛这些公司来讲，当初也是认为说它有很大的这种开发的电商，或者是有2000亿美金的这种市场。可是问题是说，它消费人口没有那么大的能力，它贫富不均，它穷人没有那么大的能力去买这些东西。所以在这种状况之下，其实这几个这个电商企业到了这个印度去投资啊，最后也是这个很吃瘪，断羽而归。
所以说印度来讲，你要发展矽谷，可能还有很大的问题要解决。不过它人力便宜嘛，所以有一些奖励措施还是有办法找到夹缝，可以帮国家整个提升上来，拭目以待。休息一下，马上回来。华为在美国的相关封锁里头突出重围，最新推出的这一系列包括手机啦，还有各种的电子商品，告诉大家说它有能力制造出美国要封锁它的各种相关科技产品。那因此，美国现在商务部也打算，是不是有可能祭出更多的围剿啊、管制措施，让它供应链不能够继续下去？但这也是美中对抗里头对于其他国家都有可能造成的影响。我觉得美国啊，它过去在它军事外交上面成为霸权的最主要的一个因素，它就是靠它自己做我们叫做离岸平衡啊，就是离岸来做一个权力的平衡。譬如说，他自己在这个西半球它是霸权，但它不允许任何一个霸权存在，而且呢，你在你的地区要成为霸权，我就找另外一个人来挑战你，把你们平衡掉。那这个是他的军事跟外交。那我现在觉得他经济也是这样，当他觉得大陆好像是真的是挑战到他了而且在这个亚太地区成为一个霸权，特别是许许多多的国家，亚太地区国家都是中国大陆的，中国大陆是他的第一大经济伙伴的时候，贸易伙伴的时候，他就希望能够扶植一下印度或者扶植一下越南，然后希望靠这一些这个我们叫做离岸的平衡来抵消大陆。可是我觉得军事跟政治可能以前外交可以做得到，我觉得经济非常的难，尤其是科技。尤其是科技方面，就是而且当你做了这个时候，很有可能因为他到最后变成他来挑战你。甚至伤害到自己本土。就是你平衡，譬如说我们看到过去英国在欧洲做这个 balancer 做平衡的时候，一下子法国，一下子普鲁士，他就总是这样选一个边，到最后普鲁士变成是你最主要的挑战者，法国落下去了，可是普鲁士上来了。所以我觉得今天美国要去想的就是你自己不能说靠那边玩游戏来平衡大家。而自己要有精进不只是你的军事呢，你还是要继续努力。但是你的这个整个的科技，你的制造业如果今天美国的这个社会没有办法改变，我觉得真的很难再跟这些新兴的国家在这些制造业或者在高科技上面慢慢竞争。我一直强调，美国的最强的强项，美国的最大优势。是你的 NBA 啦，篮球啦，是你的创新，是你的，甚至美国的农业都很强，对不对？但是当然，美国高科技也很强，而且美国的这个设计啊等等这些创新能力很强。但是你不要再去跟人家拼制造业，为什么他还要去拼制造业？我就觉得这个是美国一个盲点，他一定要克服这个盲点，就是你的制造业真的是没有办法跟亚太地区来竞争了，你应该要接受这个事实，然后你要维持一个关系，确保你的供应链没有问题，我觉得这就够了而不是说每天在担心这个别的国家变成了你的挑战，变成了就是会取代你的这个霸权的地位。我觉得美国可以。观众平安，欢迎收看 TBS 新闻大白话。台风呢慢慢离开台湾的影响，也希望大家都平平安安的那么今天还有很多国际国内的议题，立刻要介绍我们这一节加入的来宾。第一位是耶鲁政治学博士郭正亮亮哥，大家平安。退役少将厉正杰将军，各位观众好。政大国安中心兼任研究员严正生老师，主持人好，各位观众大家好。来看看当然潜舰国造这个议题涉及的金额非常的惊人，也被说是涉及的国家重要的自制自造的能力，能不能保护台湾？但是现在扯出来的是没完没了，像八卦一样的各种消息，其中郭喜是先跳出来指控立委的其中一位关键人，他是军火商吗？他扮演角色是什么？根据徐小新目前所爆料的录音档，已经爆料到第5份了。今天早上在我们节目上是3.5份，当时里头内容我们上一期的节目特别给大家听了，就是说，郭喜在对话里承诺先给
翻译，这个韩国的厂商告诉翻译说，我会先给你3亿，先试试看你们厂商好不好用，厉不厉害。那其中呢，这个公司要成立人头公司，自己是老板，但是就由这个翻译啊来当个挂名的董事长，为了规避很多法律的责任，后面还有8艘的预算，马上就要来进行了。光是测试就可以给3亿啦，3亿很多吗？啊，我们听起来很多啊，但对军火商来讲小事小钱。看看拉法叶当时的弊案被追查到现在，还有尹清蜂蜜案都还没有查出来真相如何呢？这个是在1989到1991年之间。根据谢聪明，好久没听到这个名字哦，前立委，他当时所追查出来的公布的资料里头，拉法叶的秘密底价是114.5亿法郎哦。结果后来呢，福报汪传普去福报之后，有40多亿的法郎佣金。所以用来穿梭台北跟北京之用，这都是法郎哦，40多亿。所以呢，算一算，随便新台币佣金就可以到1409亿台币，光佣金。所以这3亿，哎呀，对军火商来讲小钱呐哦。但是呢，报郭喜这个要翻译一个，不过搞不清楚我是在帮你翻译的，叫我当董事长，听起来这个很惶恐。这个翻译的人叫做王小强啊，这个要他挂名董事长这个案子公布了之后，徐小新就说接下来再讲下去血流成河，因为后面的人是谁？有没有像包括了最重要直属老头家哈总统蔡英文的人黄曙光，其中的角色是什么？那当然郭喜说啊，这3段录音呢，他承认说是他的声音啊，但是有没有被剪接变造而已啊？但是内容很简单啊，林谷要当董事长，因为是华侨。那么查不到外资的身份，不能让韩国厂商来做人头公司，随便做一做啊，但谁来赚，就大家一起来赚。其中呢，吴思怀就提报质疑啦，他认为蔡总统去特聘黄曙光，那很多的指示跟要求衔接跟承办，去叫郭喜来做，都跟黄曙光有关。但黄曙光总统给他的身份却有制度上的疑虑，怎么说？因为他是以国家安全会议的咨询委员来特聘，同时比照部长来给薪。角色却没有在文官制度的要求规范里头哦，而指派黄曙光担任国造潜舰专案小组的召集人，更是侵害了国防部长的职权，等于是另外一个特任官的概念。政府文官的制度跟保障跟被监督其实被破坏了，但他是谁背后？因为这个图用当时杂志封面啊，皇帝的封面是因为标题是很多的这个新闻里头引用说，哎呀，原来是凤凰命办事的钦差大臣，所以是独特的这个角色跟制度啊，体制里面没有的啦。国安会咨询国造潜舰小组召集人黄曙光只属于蔡总统，前参谋总长李喜明也是啊。那黄曙光对的这些资料跟编预算的要求跟厂商的对话沟通，来自于前海军顾问郭喜。哇，这个郭喜口气很大，他说黄曙光在录音带里面说他是要当国防部长的，接下来我们所谓的预算8艘，通通都要由我们一起吃下来。所以马文君是被郭喜说你是卖台啊，你是违反国家机密去泄密的人呐。结果呢，郭喜现在开地图炮之后，李喜明总长也是卖台啊，所以他还很反讽了自己，出了一个梗图，说马文君、李喜明、黄镇辉、黄志鹏，通通都加入了卖台集团。今天1个，明天5个，每天都没有证据。那个马文君说，请郭喜先生继续他的表演，希望司法单位能够接下来好好的侦办下去。但有没有可能侦办下去呢？高检署接手下后，接下来会怎么样？但是这个郭喜啊，他上片的各大节目，这是事实。很有意思的是，他在上这个雅虎的一个节目的时候呢，跟主持人谈到邱国正国防部长，因为邱国正就公开的在受访的时候讲啊，有啊，马文君他有签署所谓的秘密保密协定，或者是其实这个程序上是完全没有疑虑的，没有泄密的问题，帮马文君挂了这个保证。他就骂他大番薯，他就痛骂这位这个国防部长啊。那主持人就特别问他说：“你怎么讲人家大番薯啦？等等的。”他就说：“这个大番薯，我不知道小英为什么会选他，他没有敌情意识，是国民党派来的国防部长吗？”那么，有意思的是，我们制作单位也特别想要去找这段影片出来哦，也去要求授权，可不可以让我们使用？结果这段影片从标题直接改掉。
而且影片这一段直接剪掉，制作单位也说啊，这段我们要剪掉，所以不会有画面，然后也没有办法使用。最后呢，这影片是直接整个直播影片下架的。所以包括李喜明、蔡英文的爱将啊，邱国正是蔡英文的国防部长啊，现在郭启把他们都说成是这个卖台，目的是什么？是要蔡总统来出面以逼他出来收拾残局的概念吗？目的是什么？还是就是很躁郁的，每个人都要骂一骂？亮哥怎么看？把这个潜舰造价外传是16.5亿美元嘛，那大概就是接近台币500亿啊。那我请问啊，这第一艘潜舰从2020年做到现在，已经花掉多少国防预算？这个就是巧心问的问题，就可以从这里得到解答了。如果花到现在已经花到2000亿了，那当然就是很多钱不见了嘛。是啊，因为造舰大概一艘是500亿嘛，因为本来说要造8艘，所以本来的预算就是4000亿，这个大家是知道的啊。那当然还有未来的维修啦，一些零组件的采购啦，所以一般认为这个大概就是7、8千亿的预算啦。当然那个是拉长了，因为后续有一些舰不是在这一年造嘛，比如说黄曙光他就说第一艘大概2025会完成完整的战力下水，那2027会造出第二艘啊。那这个坦白讲啊，这个进度啊都不符合国防部的战略构想啊，因为国防部的战略构想是说台湾需要做8艘，那加上原来那2艘，总共10艘，那可以在巴士海峡、在台湾东部海域，还有宫古海峡做必要的这个纵深防御嘛，啊，结果到2027只能够做出2艘啊，2+2就加原来荷兰那2艘，也只有4艘啊，所以这种战略构想怎么会通过了？你知道我的意思？就你没有办法落实嘛，因为黄曙光都承认啊，2027做出2艘，而且这个还是假设顺利做出来哦，因为后面还有很多变数嘛，是，对不对？比如说这个作战系统进来之后，还有电池装上去后，你是不是可以维持低噪音啊？那耐潜力可不可以维持一定的时间？那深度是不是超过350公尺？鱼雷是不是可以如顺的发射，然后可以确定达到目标？这有很多变数啦。哦，我是假设一切都顺利，那也是2027只有2艘，所以是2+2。我们原来有2艘嘛，不过年纪已经很大了。我是说这样的一个战略构想，你认为对台湾来讲特别重要？结果2027，人家说台湾最危险的就是2026到27，结果你到2027第2艘才造好，这个是黄曙光对 BBC 亲口讲的，大家可以看 BBC 的报道。我这个都不是我自己讲的，我们都是引述相关的人的讲话。所以第二个就是我们现在第1艘现在还没有下水啊，这个叫封壳啦。事实上是明年4月左右才要泊港嘛。好了，我就广义讲叫做政治下水典礼。类下水。好了，类下水完成了啦啊。那请问到目前为止总共花了多少钱？因为这1艘还没有盖完哦。我们1艘的预算事实上是500亿台币左右。那请问前置费用你花了多少钱？这个就是巧心他们该追的事情嘛。我是希望国民党真的要去追这件事啊。请问潜舰国造到现在已经花了多少钱？这个马文金也好啦，或者吕玉玲啊，或者是那个江启臣啊，他们都是国防委员会的，他们应该很容易调资料了，你可以去查嘛。那你就要去问啊，为什么之前会花那么多钱呢？是不是因为有太多的外商来进来竞标的过程当中，有太多钱都变成公关支出啊？不是，像赖清德就说你去查、你去问、你去监督，就是卖台。我不是，也不是。所以他们因此就说你挡预算，也不是啦，就看你那个是很久以前的事。赖清德搞错了，那是在讲2001年的事啦。2005年，他那个时候在立法院18年前的影片。我知道了，那是他啦。可是2001年，美国那个小布希就要把一头拉苦的军备塞给台湾嘛。那时候有8艘柴油潜舰，4艘记得舰嘛，大家记不记得？是。结果后来台湾买了记得舰嘛，那时候我是立委啊，我怎么会不知道？那个时候林玉芳质询就是认为潜舰卖得太贵嘛，
所以国民党反对嘛。这个我跟你讲，冤有头债有主，这资料也是很容易找的。是哦，2001年大家嫌太贵嘛，那这个陈水扁任内啊，陈水扁任内就一直在吵嘛，说这个美国卖我们太贵了啦。那马英九当总统之后，事实上他要买潜舰，他从2008到2014都买不到嘛，美国不卖嘛，所以马英九才在2015年决定潜舰国造。潜舰国造不是蔡英文定的，是马英九，是蔡英文接着这个计划，那决定把它完成嘛。坦白讲，完成是不容易的啦，因为红区设备不容易取得。可是从2017年之后，我们大概确定美国要给我们红区设备，这是事实啊。可是就是说，它真正开始新建是2020嘛，那2020到现在，请问你花了多少钱嘛？你造一艘不是差不多500亿左右吗？那请问你花了多少？你是不是已经花了将近2000亿啊？那请问钱跑去哪里了嘛？是，我觉得这个才是应该要追的部分嘛。对，因为将军这当中，因为涉及到国防机密，很多其实根本也问不到。但难道立委不能够监督？像亮哥讲，预算是不是太贵？为什么要花这么多钱买？然后到底可不可用？是真下水还是假下水？难道不能问吗？我觉得这次潜舰制造究竟是哪一个目的？是只是为了蔡英文成就蔡英文国建国造当初的诺言，对不对？还是真的是国防的需要？国防战备需要，还是说只是为了掮客他们这造舰的利益能够赚到钱？我现在把我们潜舰作战的方式来跟大家做一个说明。那我想我们观众自己来判断一下哈，就是我们现在台澎防卫作战来讲的话，以现在敌我的趋势来讲，我们还需不需要盖潜舰？第一个原来这个规划是20年以前的规划，那时候就是马英九当总统的时候，为什么我们需要潜舰？我们要知道，当战备状况提升的时候，共军我们知道它的这个不管它的飞机啊，或者它导弹啊，它数量比我们多，所以我们第一件要做的事情就是保存战力。那陆军就知道嘛，躲到洞里面去嘛，对不对？空军就是疏散到这个我们看台湾来讲的话，就是花莲的嘉山基地这个地方，这个地方嘉山基地躲到这边来嘛，哈。那海军到哪里呢？海军从左营军港，大家看到我画这条线哈，从左营军港一直到太平洋这边来做苏泊，也就是说避免被这个共军来讲第一集就被击毁，那保存战力是在这个太平洋这边保存战力。然后当敌人这个2栖攻击的这个船渡海的时候，那时候我们这个战力就是空军跟海军，因为我们的战力都还在，没有被歼灭掉，所以我们从空军从嘉山基地起飞，海军从这个东部太平洋那边过来这边做海上的拦截，打他的船。只要我们能够把他渡海的船打掉的话，剩下来他残余的兵力再登陆上来的话，是最后才是由陆军来做决战。所以潜舰要部署在哪里呢？潜舰不是部署在台湾海峡，台湾海峡不能部署潜舰，太浅了，对不对？那个潜舰最起码要升到300公尺以下，因为我们知道海水有个变温层，你必须要在300公尺以下才能够躲过声呐的追踪。所以我们部署在巴士海峡，刚刚亮哥讲的没错，一个巴士海峡，一个是这个北部地方，2个地方我们把潜舰在的地方叫伏击区，也就是说让你的共军的这个舰队或者是这个军舰啊，没办法通过巴士海峡或者来对我的这个东部苏泊区的军舰做攻击，让我海军可以保存我的战力。当初需要潜舰的目的是在这边。好，你现在第一个，你骂李喜明是这个卖台集团，对不对？你骂国防部长是大番薯，我心里讲说，你懂不懂？国防部是负责建军的，李喜明参谋总部是负责备战的。李喜明的建军构想为什么会被骂？你知道？因为李喜明的构想他是用沱江舰，就是我用不对称作战，我不需要买潜舰。李喜明的构想不需要买潜舰，那就挡人财路了嘛，对不对？所以他就被骂台集团嘛。那国防部长他心里头现在他的预算来讲的话，他觉得说你做这些潜舰会不会太浪费？对，那我们建军10年建军，我这边有几个数字，导播可以看一下，共军的反潜能力，我们现在还有没有能力来？下面这个。我们看一下，哈，这是我们如果说要建军备战的话，我们当然要考虑到敌情。敌情来看，我们现在来看一下，我不要讲公元2000年以后，共军下水的速度，光潜舰它的039传统的柴电潜舰就33艘，传统的柴电潜2000年以后才下水的。那它专门用来反潜的054A 的这种巡防舰
有40艘。那我们来讲的话，你现在我们自己国防到底要采取什么样的战略？我们要用什么样的规划？大家可以去思考。说你现在造的这些潜舰，不管你造10艘、8艘、3艘，你挡得住挡不住？你在服役区还可以被挡得住？这东西可以提供给各位参考。这个军事是科学，是数日的。林老师怎么看呢？就是现在国防部还被这样的军火商骂说你是大番薯，好像很瞧不起他。但问题是黄曙光的编制在军事的制度里头就是一个自外于整个文官系统以外，独特直属蔡总统的这样子的编制是合理的吗？我先不谈这个编制，我就想说这个基本上在刚才这个厉将军也讲了，就是这个到底是不是我们最合理的国防的方式部署事实上，我觉得我们现在的谈国防，有的时候根本不是在真正就是谈武器的对抗等等，我们是要满足美国的军火商或者美国政府认为我们的需要是什么。所以有的时候我们今天，譬如说今天看到潜水艇就是说如果我们今天有做潜舰，已经真的是走了一个阶段，美国方面就觉得说，好像台湾有展现出愿意就是防御的决心，那然后呢，可能国际社会也会觉得说，台湾有这样的一个心，因为否则的话，大家会觉得说，你台湾到底有没有真正的决心？虽然我也同意刚才厉将军讲，我们可能真的需要其他无人机什么这些其他更多的不同的这种战力不对称的战力，而不是要这个潜舰。但是潜舰可以让我们达成外交目的，我觉得这个可能是做给人家看的啦，做给人家看的啦。但是也做给你知道我们自己老百姓看，因为有的时候就是需要一点振奋的东西，比如说金国号飞机自己做，然后现在潜舰我们自己做，就有些东西是拿来做国内大内宣用。那问题是有没有真让老百姓因此放心了呢？4000亿，对，用来大内宣用，政治人物才不管这个，他只要获取他的政治利益就好了嘛。所以我觉得这个是我们比较但是另外呢，我们也不能不承认说你自己有做潜舰，对，就是也是做给对岸看的，就是稍微我们有一些我们讲说叫做 deterrence 嘛，就是嚇阻的能力有一些，就这样子。但问题是做出来的成果如何呢？现在看起来各种只是看到了很多利益纠葛那个蔡英文已经下台了，公司蔡英文已经下台了，他不是就不关他的事了，就不关他的事了。不是郭启就是赶着说预算赶快过要在蔡总统下台之前赶快把预算通过。预算过以后，这些军火商才可以有钱继续去做对不对？这道理很简单。所以我刚刚讲的说，我们知道这个潜舰目的到底是什么？只是为了成就蔡英文当初的承诺，对不对？赶在他这个总统任期结束之前，把这东西成果拿出来给大家看，还是说我们真的国防建军备战需要这种武器，还是说只是为了掮客他们的这种利益？这是我们现在来讲比较担心。而且这个潜舰造出来以后，平常来讲，我之前也分析过，真的泄密的是王定宇。大家可能不知道，他那个螺旋桨其实有很多种造型，每一种造型的声纹都不一样。你今天你公布出来，你把那个模型，我需要那个模型是假的啦，不是真的啦。但那模型一听就知道是海鲲号了。那声呐一听就知道。王定宇要说明他是不是在国防机密会议里面抄录资料、照相，这个也要分案。他是不是抄录资料？卖台。这个才要办，对不对？出来开个记者会说明一下吧。危害国家安全。好，我们在这个潜舰国造4000多亿，到底只是做给别人看看的吗？那也不是我们不见得我们需要，而是美国希望我们要表现的态度而已吗？